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每4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患有高血压。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数字，而是有将近一半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严重超标。高血压就像是在身体里埋了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，而引爆它的，往往不是你以为的大鱼大肉，而是你每天都在做，甚至觉得很正常的生活习惯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白护理笔记。我是每天在外科病房带领学妹穿梭在病床间的临床教师。我们都知道高血压要少吃盐，多运动，按时吃药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你以为无害的习惯，其实正是悄悄让血管紧绷、血压狂飙的隐形杀手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不讲生硬难懂的医学名词，而是要带你从外科病房的真实场景出发，彻底揪出这些藏在你我身边的血压地雷。看完这集，你一定会恍然大悟，原来我每天都在虐待我的血管。在外科病房里，我们护理师最怕遇到什么情况？不是换药不好换，也不是病人喊痛，而是病人已经进食了8小时，换好手术衣推到开刀房门口了，麻醉科医师却突然打电话来说，病人血压飙到190，手术风险太高，直接暂停退房。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病人跟家属被推回病房时，总是满脸委屈又焦虑地看着我问，护理师，我明明都有按时吞降血压药，最近连一粒盐巴都不敢多沾，吃的比烫青菜还清淡，为什么血压还是降不下来？是不是医生开的药没有效？这其实是临床上非常多高血压患者的共同痛点。我们往往只把焦点放在餐桌上的盐巴，或是有没有吞下那颗降血压药，却完全忽略了从早到晚那些微小却致命的生活习惯。血管是有记忆的，它就像一条原本充满弹性的橡皮筋，你每天对它施加的每一次微小压力，每一次发炎反应，最终都会反映在血压计那无情的数字上。很多病人抱怨血压像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，甚至常常在半夜或清晨突然飙高。其实问题很可能根本不在餐桌上，也不是药物无效，而是你默默踩中了生活中的隐形地雷。这些习惯就像温水煮青蛙，在你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让血管壁持续发炎，失去弹性。第一个隐形杀手是隐藏版高钠食物。很多人有一个严重的迷思，以为只要吃起来不咸，钠含量就不高。大错特错。在食品加工的过程中，那是最好的防腐剂和保水剂。举例来说，你早上常吃的那片白吐司，标榜健康的燕麦片，甚至是吃起来甜甜的低卡果冻和灵芝优格，为了维持口感跟延长保存期限，里面都添加了大量的隐形钠。更别说那些吃起来不咸的火锅汤底、超商的微波便当。当这些钠离子进入血液，会把大量的水分拉进血管里，导致血管里的水量暴增。这就像是原本只能容纳1台车的单线道，突然涌进了3台车，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当然会瞬间爆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以为吃得很清淡，血压却依然居高不下的原因。学会看食品包装背后的营养标示，才是避开这个杀手的唯一方法。第二个杀手是现代人的通病，报复性熬夜与睡前滑手机。辛苦工作了一整天，晚上躺在床上总舍不得闭上眼睛，非得滑个1-2小时的短影音才肯睡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手机荧幕发出的蓝光会透过视网膜直接欺骗你的大脑，让大脑以为现在还是白天，进而严重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？你的交感神经在半夜依然处于战斗状态。正常情况下，人在睡觉时血压应该会下降10%到20%，让心脏跟血管好好休息。但因为熬夜跟蓝光刺激，你的血管整晚都在紧绷收缩，这在医学上称为夜间血压不降。根据研究，这种情况引发中风和心肌梗塞的几率，比一般血压正常起伏的高血压患者还要高出好几倍。第三个杀手，
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每天都在发生，那就是憋尿。无论是因为开会、追剧，还是长途开车，很多人一憋就是好几个小时。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膀胱是充满神经接收器的器官。当膀胱过度充盈，尿液积得满满的时候，膀胱壁会被撑到极限。这时，它会向大脑发送极度强烈的求救讯号，引发强烈的交感神经反射。大脑一接收到这个危险讯号，就会瞬间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，导致全身微血管急剧收缩，心跳加速。我们在病房就常看到，有些老人家因为摄护腺肥大尿不出来，血压直接飙破200，只要帮他导尿，把尿液放出来，血压立刻像溜滑梯一样降回正常值。所以，千万别小看憋尿这个坏习惯，它可是会引发血压海啸的。第4个杀手是急躁的情绪与剧烈的温差。很多高血压患者个性比较急，遇到事情容易生气、焦虑。慢性压力会让身体持续分泌皮质醇，让血管壁发炎变硬。另外，夏天频繁进出冷气房，或是冬天洗澡时脱衣服的那一瞬间，剧烈的温差会让原本就缺乏弹性的血管瞬间痉挛。如果再加上平常喝水量不足，血液变得浓稠，这时候心脏就必须用极大的力量才能把血液打出去，血压不飙高才怪。讲了这么多，接下来我要揭晓最让人意想不到，也是临床上破坏力最强的终极隐形杀手。这个杀手可能每天晚上都跟你同床共枕，那就是严重的打呼，医学上我们称为睡眠呼吸中止症。很多人有一个致命的迷思，以为伴侣睡觉打呼打得很大声，代表他今天工作很累，睡得很香很沉。大错特错，打呼其实是身体正在发出我快要窒息了的求救悲鸣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睡得正熟，大脑突然发现氧气快耗尽了，它会感受到极大的死亡威胁，于是紧急分泌出超大量的压力荷尔蒙，把你的神经系统踹醒，大喊快点呼吸。这会让你的心跳瞬间飙快，血管剧烈收缩。就这样，一个晚上反复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窒息与惊醒，你的大脑和心脏根本没有休息到，反而等于整晚都在跑马拉松。我们在临床上遇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他们睡醒总是觉得头痛、口干舌燥，越睡越累，而且白天血压怎么吃药都降不下来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有这些症状，请立刻去大医院的胸腔内科或耳鼻喉科做睡眠检查。只要用机器把睡眠缺氧的问题解决，很多病人的血压奇迹似的就不药而愈了。因为这个隐形杀手才是让你血压失控的真正元凶。看完今天的分享，你有没有被这些隐形杀手吓到呢？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，请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这3个简单的护理守则。第一，学会看食品包装后面的钠含量标示，拒绝隐藏版高钠食物。第二，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，有尿意就去上厕所，绝对不憋尿。第三，遵守血压测量的7-2-2原则，连续量7天，每天早晚各量1次，每次量2遍取平均值，这样才能给医师最准确的数据。血管的健康是你一点一滴存下来的。请记住，药物只是帮助我们踩刹车，但真正掌控方向盘，决定血管要开向健康还是中风的，是你每天的这些生活习惯。如果你觉得这支深度解析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身边那些明明有吃药但血压还是控制不好的长辈或朋友。你的一个分享可能就救了他们的一条血管。小白护理笔记，我们下次见，保持健康，大家拜拜。